眼前这辆出了大事故的 GT2 跑车，被强子花了4万美刀买了下来。从视频展示的情况来看，车子的损伤要比往常购买的事故车要严重一些。前面的保险杠已经被深深的撞了进去，左侧的车轮已经有了移位的迹象，不过车尾情况就好了很多，整个后端基本没有什么损伤，就是后保险杠不知所踪了。由此看来，车子的事故是正面撞击的，受损最严重的都在前端。可要知道 GT2 的发动机也是在前面的，如果这个事故撞坏了引擎的话，那么这次的修复也就可以提前终止了。可强子此时也没有心情仔细检查，因为现在的时间已经不早，所以他连夜驱车经过了10多个小时，直到天亮了车子才被带了回来。但由于车子事故比较严重，强子只有动用自己的宝贝叉车，将车子一点一点挪了下来。这时的强子才有时间细心的检查一下车子，车子的横梁已经深深的嵌入在中冷器中，真的不知道有没有波及到里面的引擎。看着眼前坚固的横梁都走形成这个样子，此刻强子的心中真的是五味杂陈。可当他将镜头移动到左侧车轮时，就可以发现车子的情况要比看到的更加严重一些，整个左轮支臂都被撞没了，就剩下了转向杆和悬挂还在连着。这得多大的冲击力能撞车这个样？车子的左轮也都基本报废了，翼子板也有着严重的扭曲，就连基带也没有逃过被淘汰的命运。就是让我不明白的是，这么严重的事故，车子的风挡竟然一点事都没有，而车子的内部的2个气囊也都爆了。当强子看向后座时，发现后保险杠竟然被放在了这里，不过此刻的它已经也扭曲了，只有上面的小部件还可以重复利用。强子经过了1个多小时的细心检查后，也对车子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，所以强子准备先从车子的左前轮下手。他用千斤顶将车子架了起来，将2个破损的轮胎拆解下来，准备送去工厂重新翻新一下。接着就是被撞扭曲的引擎盖，还有2侧受损的翼子板，这些基本上就可以卖废铁了。等这些套件都被取下来后，强子就拿来的电锯准备把扭曲的横梁切割下来，扭曲成这个样子，也就这个方法比较直接一点。很快这个横梁就被强子拿了下来，这又给废铁事业增加了1块砖。就这样1块又1块的零件被成功卸掉，发动机也就暴露在大家的眼前。经过强子一番细心查看后，幸运的是引擎的零件竟然都没有损坏，这让强子一直吊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可没有听到发动机的声音还是不放心，所以他将车子链接上了移动电源，准备试一试车子能否正常启动。Alright, it sounds good, sounds good. 没想到车子竟然一次就启动成功了，并且发动机的声音听起来还很好听，没有任何不好的杂音，这算是给强子真正的吃了一个定心丸。于是强子就驱车24个小时，成功的将所有所需的2手配件都拉了回来。这是从一台报废的车子上拆卸下来的零件，成色看着也都还不错。强子只用了不到5000美金就把这些零件搞到手了。可是他尝试将副车架都组装到一起时，发现组装起来的重量太重了，显然这个方案是行不通的。于是强子决定将2侧的刹车盘都先拆解下来，接着就是上面一些碍事的套件，然后就把引擎给吊了起来，这样能更好的活动发动机，让它能轻松的对接下面的副车架。这个过程需要2个人来完成。等安装好副车架时，就能发现之前的副车架横梁都被撞没了，这样都没有将发动机撞坏，也是强子运气好。接着强子就把2侧的刹车盘和轮胎都安了上去，可正要接着下一步时，强子发现还缺少很多的零部件。强子盘点了一下目前所需的零件，驱车来到了当地最大的配件公司，购买了一大堆的零部件回来。这里有一对引擎盖的铰链，还有一个保险杠上的小零件，而盒子里装的是新买的气囊，还有一个新的后保险杠，这些都是强子购买的新零件。之前拆零件的旧车是尾部受伤，所以没有得到这些零件，强子只有不得已去购买新的套件，这让强子心疼了好久。